差点坏掉了。对，这要播吗？那我们这多少钱？6万，对不对？6万。车尾门没有半家达成，只有我们达成。台湾改装蛮有面子的部分，这目前我们是第一家。多久？1年半载。真的有1年半吗？有。好了，这个那个影片有做记录啊。我们期待非常久的，其实我已经被非常多网友敲碗非常久的一个案子。我们这次终于把这台车约出来好好的把它讲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应该说2023年极为复杂的案子终于完成了。什么车呢？都已经2024年了啊，就是回顾2023年好不好？宾士的 G63， 当然。现在看得到画面中2台车，一黑一白。我们这次特别约这台车，马上也要开始动工了，即将预约也要变身再出来的一台2号，也就表示我们今年的 G 卡战力要再多增加1名超级 G 卡了。那这台还要这么久？你说2025交车？2025交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哈，我们拭目以待。针对 G 卡的改装，1年非常彻底的研究跟研发，也是因为车主提供了庞大的资料库，让我们在这里面去做了非常多细微的比较，贴近极限之作了。这右边这台是原装的 G63，我们就不特别去提它了。这台车就是拿来做对照组，主要是要看看这台车完整度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这集要开始我们的解说 ，OK？ 哇，我们真的很帅，实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台车。其实我们在打这台车的时候，过程中真的觉得很像这 G 卡，只要我们一停工，它就可以丢掉报废的状态，对不对？刻骨铭心的改装之后，变成现在一样，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来，先看旧款改新款的 G63外观，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因为是买得到的东西。63新款改装前保杆。包含了光圈大灯、生气的眼睛，这个是一种风格的展现。因为大家的G卡如果都一样，我其实也蛮支持这样的。当然，可能我相信有些观众会认为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正G卡的感觉。可是我真的认为车主喜欢就好。引擎盖也有。碳纤维贴片，前包规也是可以直接买来换装的。叶子板的部分参照新款气口的大小做手工定制，让它的比例做到跟新款几乎一模一样。好，现在开始讲难做的地方了。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火山口做隆起的这个角度，这些通通都是我们手工制作出来的。这边的立体造型就是手工的痕迹了。车身边线前期的是整个钣金是全平的，直接贴胶条上去。新款呢是走立体的，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新款的边条是凸的。这样好看多了。这个地方原厂这边有个吸气口，我们也把它填掉了。叶子板有个吸气口，我们也是照新款把它改掉了。上面再装了一个改装的碳纤维上盖是全碳纤维的，直接再盖上去。方向灯新款的方向灯 LED。头灯亮起来蛮帅的开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开一下头灯有看到了哇，好炫啊！它两边其实会同时旋转完再开机。这个 logo 也是客人自己花钱去请人定做的手工的 logo。这里面是银箔，这不是一般的印刷品，一片片贴上去，然后再重新烤漆的，真的也是花钱去做的，非常的在装逼啊，是这意思吗？这个逼是装逼的意思的逼。我们这次把全车碳纤维配件全部改成消光，买回来其实都是另外再改过的。这个方框也是碳纤维的，其实还蛮有质感的。这个屋顶呢，屋顶支架也是走消光碳纤维的设计我们让它有碳纤维存在，可是我们不特别去凸显它的光泽。好，那后照镜也是走消光路线，所以让这台车其实比较有质感一点。新款就这样1条的，那旧款是2条的这部分后照镜整组更换，这也是直接就有出的套件。末代的后照镜是走箭矢形状的，新款的是后照镜是圆的，带1条方向灯，不是2杠的不一样。其实铝圈做了很大的功课，我们这次铝圈是用正品去装的。这个24寸天架，我们当初开箱的时候有讲到，对不对？有。
帅用的。更帅的是，你看看这个卡钳。这个就是沃尔斯哦，跟凯宴同级的大卡钳死活塞 Akebono 的哦，这多大的哦！特别去做电镀的样式。当然，这个上面的字样哦，是客人自己去客制化做出来的样子哦，因为这样整体性比较好，总不可能贴保时捷吧？漂亮到不行，是不是？搭配24寸，真是漂亮。全车的车身的这个细节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这个边条都不是旧款的哦，就是新款 W463A， 也有人叫464的车身边条，而且这一组很屌的是它会跑马，放下这画面。坏掉了，它就坏掉了，这么快？对对，怎么那么快啊？这要播吗？6万呢？哎，我们这多少钱？6万，对不对6万，1万2人民币。好了，没关系，先发那个历史画面，因为这也不是我做的哦。这个爆龟的部分哦，这边也是有车子哦，上车迎宾灯，这也是其实买来套件就有。后面的这个卡钳也是一样哦，电镀去制作的哈。那这个是4活塞卡钳去改的，碟盘也目前也加到405了。可是因为跟24寸的铝圈做对比，所以你觉得它很小，其实没有，它非常巨大。哦，这个后龟的部分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客制化定做的后龟。你看起来虽然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就是我讲让你知道，因为这个车是463前期的车，但是如果有这个爆龟呢，会挡到以前的加油盖，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还把爆龟呢适当的把它加大。仿照新款的比例来做出来的，这个更大的改装型的爆龟，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坊间旧款 G800样式的爆龟哦，气口是单个的，而且很小。为什么？因为它被这个加油盖侵犯到。那我们这次改装呢，就是改成跟新款一模一样，我们的口呢是无视这个存在，我们是拉大的，因为我们把加油盖移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连这个地方都做到跟新款一模一样的爆龟。我们把加油盖移到上面，仿照新款做出来这个我们自己电控加油盖这一块是我们改装的，对不对？对。加油盖后期在这下方呢，新款在上方。这个要改要把里面的油路啊整个做移植，才能完整更换。可以哦，成功哦。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完全仿照新款，是我认为。复杂度真的很高，真的很难。上面有一个这个改装的尾翼哦，雾面消光的碳纤维处理。哇，冲浪板的哦，车主真会冲浪吗？我怀疑耶。啊，会冲浪吗？这应该也不是冲浪板吧？这应该算是不能站上去的，可以站吗？啊，不管了，不重要，我不在乎这件事哦。这个让人感觉非常的潮湿的潮啊，没有错。对，这真的蛮帅的。现在讲最大的不同之处，来镜头看一下，我们现在这次成功的把上面的第三叉灯跟真正的新款的玻璃移植上车，因为原本的车门其实不够大，这玻璃已经比原本的车门还要大，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削骨的工程，我们把整个门框往外移，把门加宽，所以才能放进这个玻璃。新款的话是这个雨刷是在玻璃上面，是雨刷不在这边雨刷在下面，然后这边呢改成有第三刹车灯，新款的玻璃比这个门还大，所以如果要移植新款的玻璃这个门一定要手术，要不然你这个新款的玻璃是装不下去的。我们的做法已经把新款的玻璃有1比1的塞入这个后门上面。看这个地方全平的就是本来原装的这边有条凹折线，我们已经全部用钣金把它扫掉，是全平的。我们还把门框向下加成无窗框，这一段是加出来的，密合度做到跟新款一模一样，没有车门的腰线，这地方是全平的，新款是全平的。包含这边是全平的，下方是走无窗框的设计这个旧款的看得到这个门框下方是看得到的，新款是没有的，新款是无缝，这个门缝呢是一路向下变更大，这个钣金的这个下面是斜面的，新款是平的，而且是密的，差别蛮多的。尾灯也是新款的尾灯之外呢，我们也尽量做出了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小的这个火山口在这个区域仿制的惟妙惟肖尾灯的部分呢是非常方正的。那新款呢没有这个问题，新款呢是比较薄，大概薄1指而已。新款加圆弧，那这边呢会多了一个小的这个火山口。
们现在看完这上面之后，看它下面的后保杆，宽体专用的后保杆哦。有宽体的话，这边会有个立体的遮挡。现在我们来看这整台车的后面，其实跟新款的相似度，我只能说非常之高。我们唯一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这个尾门的这个边哦，因为真正原装是圆弧的。只有这个角比较立体哦，这个地方呢是这一次在施工中就没有考虑再去施作。除此之外，真的是像到爆。而且这一次的改装呢，我们特别还把弹簧做了加高的动作，长高，大家都降低，让这个车做到前后轮毂一致的感觉。现在看出来这台车，有没有觉得跟隔壁那台车是大一号？有没有感觉？有，但是目前来讲，确实应该就是比一般的 G63来的更大一号啊，铝圈又大，真的很漂亮。还有什么我要讲的？没有了，我们搞了1年就搞这些而已。好了，排气管，排气管没有，这真的很难做，这个不是我在。排气管我们也做过改装，这组排气管6出哦，改装排气管，客人自备，我们直接带安装了。真正最帅的东西来了，仪式感的东西来了，看好。帅吗？哇！哇哦，这东西哦，够帅哦！电动踏板，我靠！而且这个电动踏板呢是小号的，为什么要是小号的？知不知道？因为用到排气管。没有错，你聪明。因为排气管在这边，如果照一般休旅车版的长的脚踏板，你是没办法装的，所以你只能选择排气管或踏板，你选一个。可是有钱人就任性，对不对？我都要。其实光这一整组踏板难度是很高，就下面全部都拆空，套在车台里面这样子。交给他这个电动踏板，所有后座的人就踩排气管上去了。哎，这点的。玩不坏。好，其实我必须要讲，我们这次差点做对开门的设计，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看一下前后玻璃也做过相当的改装，无窗框版本的玻璃。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挡，前挡跟原装最大不同之处是你认真看，它其实没有边框了，它没有那个很厚的胶条，那个胶条真的很粗大。来再看一下这个后面，也是一样做成无窗框玻璃，所以它也一样没有胶条。为什么要这样改？也是为了呼应车尾门的这个玻璃，大型的玻璃也是新款的，通通都是没有胶条的。来看这边，所以这台车其实我们做的细节都是做到改装了。其实细致度跟精致度其实真的做得很好。我应该是说，我也很少遇到这么龟毛的车主吧，是不是？一直提出要求，一直改。我这台车其实做这么久，不能完全怪我，因为我们在施作过程中，这个家伙一直在改变他的需求，他一直在变化他的订单。再加上我们公司这次在迁厂嘛，我们也耽误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这台车才会拉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导致到现在大家观众才看到，之所以能做成这次这样的风格跟特色，真的是有充足的时间一路去修正过来的，非常有耐力。因为光税金应该就烧掉不少钱。这个 G63 一年税金多少钱，你知道吗？不知道，8万多块哦。我们这样烧1年半，光税金，光是税金，他应该就眼睁睁看，应该就10几万就烧掉了啦。我们内装其实也改很多东西，太复杂，我们叫车主 Gavin 来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太细了，我们让他来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跟大家 G-Car 的车友分享一下。目前的机皮是原装的吧？不是，这也是包的，是后包的。但雾面碳纤维门板确定是后加工的，因为市场上没有这样的商品，你没办法买，全部要拔下来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啊。哇，这个还要先踩上来才可以上来哦。其实这个车高是非常的高哦，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一看，我手一握到这个方向盘，应该算是这一代463最高规的、最新的方向盘。算是这个方向盘跟上一代已经不是最新的了。对，最新没有那么竞技。这款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有转速讯号，因为这个是上一代有跑马灯的。我们一般的63其实最怕就是做中控台，因为如果要包这个中控台碳纤维的，整个垃圾棒要拆下来。我都没记错，那个时候也是把车真的拆到连开门里面都像垃圾堆，真的很惨，都还原了啦。所以我们现在内装部分所有看得到的地方碳纤维都是走雾面的，因为其实雾面的比较不会那么样到整车反射到很塑胶感的感觉，有的会比较像是水转印啊，质感不好的。但这边全车里面都是正碳纤维，怎么到底是我在接？你们一直是？没有问你的，观众没有台词。屋顶这重新再编过的吗？这都是重新编过的。所以包含了我们的椅子不是吧？椅子这菱格纹是原厂的，所以这个钥匙孔也是改的。对，这 keyless 的哦。一般 G-Car 现在还在走插入式。哇 ，G-Car 的声音有没有？这个是大的触摸萤幕，边走机。对，好，这个有看得到这全车环景都有。没有环景。
反正就到车时间，可以够了啦。后车厢内部跟后车门我们都改了，对不对？也都做碳纤维的，我们让观众顺便看一下。来看一下。这边一样，这个内装都是走全部都是碳纤维重新包覆的，消光碳纤维。那看一下里面，当然屋顶也是全部都编过的咯。来看后车厢，来直接镜头带过来看，是最重要的一个最难改的部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有一个雨刷马达向下移，改新款的玻璃之后，其实内装还是旧款的内装。这个内装就是用手工的方式去把它重新造型完，再包碳纤维。哇！整车内装都碳纤维，通通走消光的。啊，还有一个地方，来我们镜头带过来看一下，这一颗盒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油管。对，没有错，因为你都看到过程，整车都终于没有难倒，终于没有被难倒，因为我们把加油盖改到这边。可以哦。而内装这边其实会跑出油管，其实蛮丑的，所以我们定做了一个盒子把它遮丑。这个做法是可以拆的，其实也有设计它，如果万一断电之后，我们还有用手动开关。那当然，据我所知，车主最后这个内装还会再升级一次，然后做成柜子的样子。舍不得1年就这样结束了哦，我的青春跟岁月。大家期待的一台 G Car 的改装特辑，我们也是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了。即便中国有非常多的公司可以做车头，但车尾门没有半家达成，只有我们达成。这个是真的哦，不要晃成这样哈。这个车尾门能够直上正常的这个玻璃，加上雨刷、第三刹车灯，只有我们完整达成。尾灯直上也只有我们做到。这目前我们是第一家，也是让我们台湾改装蛮有面子的部分。装模作样这个 G63改新款特辑，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待，谢谢大家观赏，谢谢。终于，我们的交情就是不知不觉就2年。欢迎订阅加追踪装模作样实境 Vlog，也记得按小铃铛，谢谢收看。